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很多朋友蒸馒头都是提前发面，其实蒸馒头提前发面就错了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30年馒头店不外传的秘诀，保证你蒸出的馒头个个又白又松软，不塌陷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小碗，在里面加入4颗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倒入300毫升35度左右的温水。这里要注意，水温不能太高，那样会把酵母烫死，面就发不起来了。水温在35度的时候酵母粉的活性是最好的，可以充分激发出酵母的活性。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使酵母粉融化。也有很多朋友会把酵母粉直接放到面粉里面混合发面，那样也是可以发起来的，但是没有这样发酵的快一些，蒸出的馒头会比较均匀一些。搅拌至没有颗粒状就可以了。在里面加入1个常温的蛋清，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蛋清能够增加馒头的口感，因为蛋清中含有的水分比较多，可以增加面团的延展性和弹力。搅匀后放一旁静置3分钟。接下来盆中准备500克普通面粉，用调好的酵母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成絮状，加入1勺猪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加入猪油能使蒸出的馒头更加的洁白透亮，并且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甜。最后揉成一个稍微偏硬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软面饺子，硬面馒头。蒸馒头的面一定要和的稍微硬一点，蒸出的馒头不仅好看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筋道。面团和好之后不用醒面，直接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继续给它揉，像洗衣服一样，一直给它揉匀揉光。揉的时候尽量给它多揉一会儿。大约揉了6-7分钟，大家看一下，面团已经很光滑细腻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然后把每个小面剂再揉一揉，多揉一会儿，把里边的空气给它排出来，这样蒸出的馒头表面才会发光，不会起泡，光滑又细腻。像这样每一个剂子都要揉10多下。再整理成馒头的形状。像这样就可以，直接放入蒸笼中，中间留一点空隙，这样在醒发的过程中不容易粘连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啦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锅中烧一些温水，用手试一下水温，不烫手就可以。将蒸笼放上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醒发至原来的1.5倍的。15分钟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馒头生胚已经醒发好了，个个都是胖乎乎的，并且用手摸起来能快速回弹，像这样就行。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蒸15分钟就熟了。之后再焖上3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我们蒸出来的馒头不塌陷不回缩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要慢慢的打开盖子。打开的时候不要一次性打开，要先轻轻的给它放一下气，这样防止馒头遇到冷空气会引起塌陷回缩。气放完之后，然后把盖子给它拿开，哇，白白胖胖的馒头就蒸好了。出锅，装入盘中。像这样我们的馒头就做好了，特别的蓬松暄软。我们掰开看一下里面，里边满满的蜂窝组织。掰开之后，一股浓浓的馒头香扑鼻而来。刚才尝了一下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香甜又劲道，像吃面包一样，比外边卖的好吃多了。
不吃菜也能吃上3个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发面，一次成型。蒸好的馒头个个都是蓬松暄软不塌陷，喜欢吃馒头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家里孩子想吃面包，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就能做，简单几步，柔软又香甜，好吃不上火，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碗中打入4个鸡蛋，在里面加入30克白糖，再加入3颗酵母粉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酵母粉融化。然后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加入面粉，边倒边搅拌。面粉的量要根据鸡蛋的含水量来定，我这里大约加了300克面粉。搅拌成大棉絮状，在里面加入10毫升食用油，这里加玉米油或者是菜籽油都可以。然后下手揉成面团，里面不需要加1滴水，按这个量和出的面是刚刚好的。最后和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。将面团移到案板上继续揉，像洗衣服一样推拉揉搓，多揉一会儿，这里大约需要揉10多分钟，揉出手套膜。揉的时候会有一点粘手粘案板，这时继续揉，会越揉越光，不一会儿就不粘了，反复的揉，来回的搓，直到揉出手套膜为止。揉手套膜真的是特别的累，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出膜的好方法，用擀面杖在这个地方敲打10多下。现在看一下，很轻松就出膜了。再换下一个地方继续敲打10多下。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省事。将面团全部敲打完之后再整理成圆形。最后拉出一块面团，像这样清楚的能看到手指，这样就说明手套膜好了，非常完整。然后将面团搓成长条，用手按扁一些，再用擀面杖擀大擀薄，将里边的空气排出来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面团一半撒上点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这里红枣碎、葡萄干碎、蔓越莓干都可以。然后卷起来，卷到中间的时候就不要再卷了。用刀切成1厘米的长条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切好后刷上一层清水，这样会粘得更加牢固。再继续卷起来，卷好后整理一下，然后从一头再把它卷起来，把一头压在下面，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，底部和边缘都刷上一层食用油，撒上一点黑白芝麻，这样更好脱模。把做好的生胚放进来，锅中烧适量温水，用手试一下水温，不烫手就可以。将蒸笼放上来，再放入生胚，盖上盖子，醒发至原来的2倍大。大约20分钟，生胚就醒发好了，体积明显变大。在上面刷一层薄薄的蛋黄液，好看又好吃。再撒一点白芝麻，像这样就可以。
上面盖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再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蒸30分钟就熟了。也可以放到烤箱里烤，都很好吃。时间到焖5分钟。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看着就很漂亮。把它取出来，将保鲜膜撕掉，看一下，色泽金黄，特别的漂亮。用手按一下，非常暄软，底部也很漂亮。然后我们用手撕开看一下，哇，非常漂亮，特别暄软，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这样蒸出的面包好吃还不上火，面包内部组织松软细腻，可以一层一层撕着吃。加入了红枣碎和葡萄干，吃起来特别的香甜。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